嗨，我是花板。情侣交往一定会一直吵架吧？会啊。但吵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个人觉得吵架只是比较激烈的沟通哦。就我们吵架的过程中，其实是在沟通一些原则跟事情。那吵完了之后，这件事情可能就被解决了。但我发现大部分人是在吵没意义的架，越吵感情越不好，最后就吵到分手了。那到底怎样的吵架是致命伤，一定会分手呢？如果喜欢你影片，可以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怎样是最糟糕的吵架？一点帮助也没有的那种，只会感情越吵越没有的。我们今天列了5点。第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其实都只是在抱怨，你并没有在沟通？我发现很多人觉得沟通跟抱怨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沟通是一种双向，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，我们互相要有通。抱怨就是单方面的一直说你的不是而已，一直说我不开心，我觉得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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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叫抱怨。抱怨不然呢？你以为你在沟通吗？我在跟他沟通。没有，这就是抱怨。你看，这现场就抓到一位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只是讲出你很讨厌、你很生气的、你很不爽的任何的地方，就是在沟通了。没有，你就是单方面在倒垃圾而已，你只是一直往他脸上砸东西而已，没有在沟通。沟通是要像打羽毛球这样，这样才有沟通。那如果我讲完，然后换他讲了，那也有可能他单方面在抱怨，就他也抱怨，你也抱怨，你们这一场就是在抱怨大会，不是在沟通大会。例如什么，你可能一直抱怨他说，你为什么都让我找不到人？你知道你这样我多怎样吗？你知道我今天打了几通电话给你吗？你知道我心情什么吗？中枪。这个经常性的句型就是你为什么都叉叉叉叉叉？你为什么不叉叉叉叉叉？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，你是不是很常用这几个句型？那或者是他很爱抱怨你，你都很爱生闷气每次都不承认，然后问你又说没事，好烦哦，每次你都这样，你就是很爱怎样啦。你们女生就是怎样好气耶这句。对，然后可能后面就开始，我们女生怎么了？女生怎样？这有在沟通，你比较激烈一点。没有沟通，比较激烈的抱怨。第二点就是那种只想替自己反驳的，一直都要说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才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虽然我这样讲，但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好像又中枪。又中枪，你可能会中枪到第5点。这都是在单方面讲而已，没有在听对方讲。好，对方讲什么你就说我就不是你是听不懂吗？我就说我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了。我真的不是什么什么，就真的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我就不是那样，你自己想太多了。对啊，这个叫做反驳加抱怨，对，1+2嘛。对，我就是要说我没有什么什么，我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以及是你什么什么什么，还不是你先那不是你先怎样，我才怎样。好，大家就是经常性的吵架的句型嘛。好，所以这种都是在单方面讲自己，都没有要听对方讲，你只是想要反驳他，证明自己是怎样。但是这还仍然不是沟通，还是没有双向你还是在否定他，然后讲自己而已。那你也是没有听到他在想什么，跟针对这件事情到底彼此有没有共识是没有的。你们根本没有在往这一条路走，就是不断的互相伤害而已。我只是在讲我自己的而已。对，然后并且否定他的。那他有可能也是在讲他自己的，并且否定你的。你们没有在沟通，你们在互相否定，互相抱怨。对，互相抱怨，互相否定，互相反驳，这没有在沟通所以请大家都看完这一集去对照，你们到底都在吵什么？你下次吵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有一个第三方视角看着自己现在这2个人在互相抱怨现在这2个人在互相指责，这样你可不可以拆一个第三方视角出来，提醒自己 OK， 那我们现在不要这样，因为这个没有意义。对，可是通常应该很难那个时候都用尽全力，没有第三方可以出来，吵赢不行，太生气了。所以要回归到我们的标题，这样吵架一定分因为你就是在互相伤害，你没有在互相沟通，而且还过程中是这么的不开心。那与其都要吵了，我个人是觉得，我如果都要花时间、花愤怒去跟你吵架了，我一定要吵有意义的架，我不要这个架没有价值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不然对我太不划算。连吵架都有价值，又有价值，我时间很宝贵的，不然我宁愿去追剧，我干嘛要跟你吵架？对啊，既然我花了时间跟你吵架，还要用我这么多的心力跟愤怒的话，我一定要让它有价值。第3点就是最讨厌的啦，只想翻旧账。加3了，加3了。又中了。第3点也打勾了集满了集满5点的话，记是不是打勾？这个是网友提供的案例，老婆曾经交代我要把垃圾拿去丢，然后她出门的时候忘记拿去丢了，所以就放在阳台晒太阳一整天，回到家的时候超臭，整个客厅超臭的。自此她就被贴上你每次都会忘东忘西，我每次交代你什么，反正你就是忘记的标签。然后以后只要他老婆要跟他讲说还是你帮我
就会讲到算了，上次那个垃圾他就觉得很痛苦，就一次忘记。为什么每一次讲到类似的事情，那你就要再重提一次？过了就过了，不行吗？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反反复复，让他其实很不舒服。另外一个网友提供的案例是，女朋友在自己的房间找到前女友的耳环，他说就在抽屉的一个角落，他也没注意，也没想那么多，结果就大吵嘛。好，吵的过程中就在他面前现场丢掉了。但是每一次女朋友只要来他家，就要说，该不会这次有什么什么什么了吧？不要被我找到什么什么，我跟你讲，那上次什么，他就觉得没有，这是警告。对，他就觉得很烦，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提了这样子？他就觉得一定要每次都翻旧账嘛。那可是明明你就是来我家约会的，只是想酸一下啊。那我问你，算一下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是很不爽上次的事情。但是我有时候是想要让他记得这件事，下次不要再做一样。他记得啊，但是你要不断的翻出来伤害他。伤害他了吗？对，就是你每翻出来一次，就是好像要回到在吵架那时候的心情啊。那你不是已经吵完，已经过了不是吗？就是因为吵完过了可以酸一下，这有什么好生气？被伤害啦。对啊，你看，女生就觉得你酸她这样有什么关系？那她可以这样对你吗？他可以啊，他可以这样一直酸你，你早就发疯了，早就夺门而出，你就会酸回去，不能输。好，然后你们的约会时光就拿来这样了。哦，你不是花时间在谈情说话，你在花时间互酸对方跟互翻旧账这是你谈恋爱的目的吗？为什么不能开开心心的一起追剧呢？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拿来互酸呢？跟翻旧账呢？对啊，就是你谈恋爱又不是为了这个，所以大家在吵架跟忍不住想出口酸他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醒自己一件事：等一下我是为了什么谈恋爱？不要是那种就讲一下又不会死，又不会死，会温水煮青蛙我们就心直口快啊，没想到那就出来了，嘴巴不受控。对，所以嘴巴要受控，我觉得就不要很爱碎碎念啊，很爱翻旧账，这种人其实久了相处起来就是会有点爱不下去。就会觉得很烦啊，因为我每次看到你或跟你在一起的情绪都不是快乐的，一下被念一下被酸一下被抱怨一下被反驳，我要怎么爱你？你告诉我。男生要说啊，又把问题丢回去给对方。哎呀，男生要说不舒服啊，他要是说不舒服，又回到刚刚的循环。不舒服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又开了一个新的吵架话题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所以男生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他知道我只要说了什么，又会引战，又是一个新的战场。那我不如算了。他们比较聪明。对，他只是想要好好过一个礼拜日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那个网友就说，我是不是要永远活在就是找到我前女友的东西的这个阴影之下？这个阴影要跟我们一辈子吗？我只要跟这个现任女友在一起，永远就活在这个阴影之下。所以他因为这样而考量到，那所以我换一个女友是不是就没这个阴影了？因为我面对你，你永远要用这件事情踩我，那我不如换女友。那你这样去想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值得了吧？对啊，可是你非得走到这样子，你才觉得不值得。但是人家跟你分手的时候不会讲说是因为这样，他只会说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不是很适合，或不是很开心。他不会去跟你说，因为我受不了你每次来我家都要翻旧账，不会是这么具体的东西，人家也懒得跟你说了。不管男生女生爱翻旧账的，真的提醒自己一下。第4点就是你吵架的时候是不是只想逼对方道歉？那大家可以想一下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这种被哄的感觉，以及就是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对方欠你的感觉？所以对方好像欠你什么，你就会觉得看吧什么？你是不是很喜欢这种互动？你没有很喜欢平等。很多女生是喜欢人家要来献很多好处来求你消气，她才会觉得我吵的这个架有价值有意义。我要换得你的哄，跟你的低声下气，跟你的道歉，以及因为你欠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后面就要对我很好，不然我才不要原谅你。会有这种底层的需求在里面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女粉丝，她传对话记录给我看，她问我说，她有一个交往3年，然后脾气一直很好的男朋友，很稳定哦，在上个礼拜突然跟她提分手了，她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所以她就丢了非常多的对话记录给我看。结果在这么多的对话记录里面，我看到都是她几乎都在一直指责男生，就是你今天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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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或者是你今天怎么不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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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有时候事情比较大条的时候，例如她迟到啊，例如她忘记什么事情啊，她都会要求男生要道歉，或者说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会再这样。我看起来其实这个男生其实就是为了怕吵架，所以就一直都会直接配合他。对，有一天他又在指责他了，然后这个男生就也没说什么，就说我们还是分手吧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。然后这个女生突然吓到，她就突然软化了，怎么了？是我太凶了吗？你干嘛这样子？然后这个男生就说，其实你每次都这样，但我真的不想再多说了，就先这样吧。然后这个女生说，你为什么都不说呢？就像你刚刚讲的，男生要说啊。好，他说你要说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我之前这样子太凶了？然后男生就说，说有什么用？说了你也不会停下来，我们只会吵更久的架而已。所以我当然就是一直你说什么就算了。那算了到现在这3年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多快乐，所以就先这样吧。
是不是？忍无可忍了。对，他会退让，他会觉得不要吵。其实男生就是会觉得算了啦，不要跟你吵。好，这个算了。雷2年、3年，有一天一定临界点会受不了。你整天对他丢垃圾，那垃圾桶会满的，会满的，满的时候他就觉得算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觉得说，你如果不开心、不舒服要说啊，他可能是选择不说而让我们走得下去啊。那就会有一方永远在丢东西，一方永远在接受，那这个就会失衡了。对，所以我才说沟通是重要的，沟通是互相的，不是叫他自己说，而是你本来就习惯是，我也有说我的需求，你也有说你的需求，我们来整理我们的需求。这才叫沟通，所以你看是不是要看到刚刚这样的案例才会觉得，哇，3年他忍3年呢？对啊，尤其是那一刻就是我们分手吧。哦，对，感觉他忍了很久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这么平静的说出来。对啊。然后女生反正这时候吓到，想说我们每天都这样子啊，为什么你突然？其实他没有突然，他是积累，他哪里有突然？但因为女生一直都这样对他，然后他一直都默默承受，所以女生没有觉得有怎样嘛。反正女生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啊。那请大家检视自己的关系，你们有没有呈现这样？你一直在说，他一直在忍，还是他一直在指责你，你一直在忍？这都是不 OK 的，都是不好的一种关系。突然小编不讲话哦，不讲话，爱都没了，没爱了，完蛋了。第5点，你是不是吵架的时候总是语带威胁呢？常见的句型就是你是不是就是要分手才会懂？你信不信我会去怎样怎样？没关系，你就再这样试试看，诸如此类，其实这都很威胁性。怎样怎样有吗？我没有，我不敢说分手。你是不是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？它不一定是分手，你可以替换成任何其他的。上述句型有要沟通吗？没有，这是一种威胁啊，甚至是一种情勒啊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上次就对你什么什么，我都不会这样对你。我觉得这有点控制型人格啦。吵架一定要吵到赢，然后事情一定要往他要的方向去发展。男女都会啦，男女都有可能有这种控制型人格，就是他不能接受事情不是往他要的方向去，所以为了你同意，一定要威胁你到你同意为止，或是情勒你到你低头为止。我大学的时候都会希望我男友是配合我的，就是任何我的行程、情绪什么，你来主导这一切，他就是听话就好。然后有任何的觉得啊要吗？你可能就会压起来。对，我就会压起来，就直接爆炸。就会变成说为什么不行？那怎样就开始吵了。对，可能就刚刚1、2、3、4、5就出来了。没错。那5就是最后一招，情勒大。对，那如果这样好啊，那不要去。好，对，对，不要去嘛，不要去嘛，大家都不要去。对，大家都不要去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就对不对？回家不要去了。那以后都不要去，还连以后要一起陪下去，还不是现在而已。那以后就都这样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哈。很懂哎，是不是威胁型啊？然后我男友就找到一招自我的方式，他就是比我狠。都不要去，我就怕了。就是你夸张，我要比你更夸张，都不要去，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去，对不对？还要比你更火山爆发，打不过就超越，没错，好累哦，就好了。你就会突然觉得，对，从此之后不会亲了。你停了他，他也停了你，这开心吗？好累哦，找到治他的方式。他克你了，他克我。其实但就很累啊，而且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东西的需求并没有被解决。因为你想要的跟他不想要的还是没有被讲开，对，只是当下谁又退让了而已。所以大部分人的认知的吵架都是我们不开心，但是我们吵到最后看谁赢看谁退，都只有在这么浅层的表面上而已。可是我一开场我就说了，我认为吵架是比较激烈的沟通，找到共识。如果没有沟通，没有找到共识，这个架都是白吵啦。同样的事情，下次还会再出来，还要再吵，因为你们没有解决它。那你们就会一直在吵架，一直在吵架，不断的恶性循环。那吵的过程中，没爱了。好了，希望这一集大家可以学到，不要吵没意义的架。既然要吵，就好好的沟通吧。如果喜欢你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